上。夫人，听我说，这里怕是守不到晚上了。一会儿我会派一队骑兵送你出城。你说什么？送你出城。你要赶我走吗？我去哪里？去哪儿都行，活下去。莲，生不同妻，死则同穴。你是这么说的呀？难道你要我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一个人弃尸到老吗？我不走。南门失守！就地求见，等候朝廷旨意。主将李成进下院，另有安置之处。这两个是要监送京城的贼头，你们要好生照顾着。是。人要死了！你们把尸体送到京城吗？人要死了！来人啊！来人啊！来人啊！这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清创药了，你给他敷上，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想把我押进囚车，送到京城，让皇帝老儿在午门之上亲眼看着我人头落地。若非这样，皇帝老儿一生气，你们的乌纱帽就不保了。李成，你对我的误会太深了。埋在城下的那些投诚的兄弟，都是信了你的话才出去的。461条人命，我继承。若有报应，我不妥。但是我承诺白老先生的，我一定要做到。
白衣梅，我必须要护她的周全。好了，谷大哥，你是老大人，我是小平民，我的命不用你管，我哪儿也不去。我的意思是，我要你们2个人都活着。我是安徽守将，救我！你有几个脑袋让人啃？南京城已被攻破。6月16，城墙崩塌，9门陷落。10日烧杀抢掠，如今的南京城里生灵涂炭，惨不忍睹。你们王爷王妃的梦该醒一醒了。从今往后，你们要为自己而活。就算阎王爷现在要把你们的命勾了去，我也会想尽办法把他往回拉。只要你们别自断生机，保重。他的话你信吗？跟他走吧，你放！带着我谁也逃不了。跟他走吧。我要跟他去。当初为何要跑出来？我们死都要死在一起。姓李的，你做不了我的主，谁也不能。孩子呢？孩子做得了你的主吗？你腹中有喜，为何不告诉我？答应我，一定要让这个孩子活着。他活着，就是我活着。我不走，我们一起活下去。你好好养伤，我们都会好的，我们都会活下去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天上的老爷子，他会帮我们的。我们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原谅我们的，啊！不要做徒劳的事情了，给我疼药吧。难道你要剩我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吗？李成，听说你立功了，没来得及恭喜呢。你难道不该给我个解释吗？我要解释什么？4败投诚的战俘不是我杀的，我不知情。你要是不信我，你动手啊！我若不信，你现在还能活着？李成那边，我去劝过了，他现在一心求死，
我全不懂。你不是聪明人吗？劝人你不会吗？当这个安福使之前，我以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等当了这个官之后，我才发现，除了随波逐流，无力改变任何事。所谓历史，不过是一本皇帝的家谱，实在可笑。你倒是开悟了，是打算回去种茶，还是剃度为僧啊？我哪儿都不会去。既然我现在已经被卷到这件事情里来了，我就一定要护李成夫妇他们的周全。我需要你的帮助。你说，近日我一直在看朝廷的朝报，就像做生意，好歹我得了解行情。在那些朝廷的官那儿，李成他们就好像货物一般，待价而沽，可以交到老佛爷那儿换顶帽子，也可以招致自己的麾下扩充实力，在这乱世当中，可能会赚得更大的功名。但是这批货物在手中囤不了太久，他们跟我说不会滥杀无辜，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留下来。你不信？我当然不信。名利，名在前而利在后。什么读书人有良心，那是因为官做的还不够大。真的到了可以拿命去换顶子的那一天，又有谁会在乎自己曾经说过什么？为了全城的百姓，为了整个合肥城的安危，我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更有实力的人出来帮我。我已经没本钱了，我要一个更有本钱的人，在背后为我撑腰。你说找谁？听说过九帅，两江总督旗下的第一猛将。据我所知，他兵力雄厚，冠绝天下，他就是我心中那个有本钱的人。只是像此等英雄人物，怕是连你也接触不上吧？你这是激将法。老九欠我个人情，我若见他，就是给他脸了。报！江宁大营九帅送来的滚单。中午加双岗，去城里给我订最好的腌菜席。这。老九他真是目中无人，他围攻江宁3年，寸土未得，现在又跑到老子这儿来抢功劳，你说怎么办？啊！老子用血折子告他。只听说此人一身的煞气，这长江南北他手里这支军队实力最为雄厚，万万不可当面得罪。至于写折子，朝廷正指望他卖命，你说写了折子，朝廷是帮他，还是帮你？那我怎么办？俘虏的这些都是精兵，合肥城打下来，他就写这么一个纸条过来，把1000多俘虏全带走，收编到他的军队里，这不明枪吗？把李成夫妇荐送京城，向朝廷献俘，九帅要那些人都给他，这好歹得给我们留点残羹剩饭吧，这也是官场里的规矩。报，九帅前哨部队已到营门。
摆起仪仗，都精神点啊！我们在营外恭候九帅大驾。是。咱们那个卖茶叶的安抚使呢？古平原这个人，书生不像书生，商人不像商人，死盯着他做什么？我爸的心思已经与我不同，不盯着他恐怕有问题。子儿，马上去请古大人，告诉他九帅来了。作为下属，设宴接待他得出席。是。来了。这好大的架子呀！老九这个马车倒是新鲜啊。洋人的乌龟壳。起来吧。我不敢。二位大人辛苦了。听说合肥捷报，未及恭贺啊。这点小功劳哪里比得上九帅在江宁血战经年，简直不值一提。乔大人，宝清兄，他乃我故人之后，刚在路上碰见的，陪着我解解闷儿。你们认识？哦，那是自然。古先生是圣母皇太后亲赐的安抚使，战局凶险之际，古先生立了一大功啊！我正要找他，没曾想到了九帅这里。不嫌帅的慌啊！吃了饭我带人走。是，九帅请。哎，先生，你跟九帅还认识？早就认识。合肥城就1000多个俘虏兵啊，人呢？其他人呢？都杀了，回地了。哪里？围城那么久，饿的饿死，逃的逃走。这1000多人都是拼死护着主帅李成的，个个都是重伤。我怕九帅带不走，不如放在我这里，等他们把伤养好，用绳子捆了，再送到您的营里。眼不前我这仗打的手正壮呢，天杀的！瘟疫一闹，减员大半，我马上得补充兵员。这1000多个俘虏兵，喘气儿的，今天我全带走。九帅，这1000多战俘确实伤得很重，我们替九帅整顿一下队伍，把他们头剃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精神养足了，再给九帅您送过去，不好吗？还送得过来吗？你什么意思？把这些人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到时候换一批老弱病残的来哄我玩儿？是不是看我仗打得眼热，想分杯羹啊？请。九帅，不敢，
九帅想要拿走便是，我们哪敢跟九帅争啊？李成我也要啊？养在牢中，马上就准备荐送京城了。但这个人不能给九帅，我们辛苦了那么久，要不然一点功劳都没有了。一个小小的合肥城，围了那么久，要了那么多钱，没有功啊！九帅，我们手里可就这么一个宝贝了。您一招手把这些战俘都要走也就算了，您好歹得给我们留点升官发财的本钱吧！你找死啊！哎呦，别，这怎么跟九帅嚷嚷上了？你欺人太甚！这成何体统啊！这不像话！所谓何事啊？我是说啊，除了这1000多个俘虏兵，李成，我也要。这真的不行？不行吗？不行。不行吗？哎呦，不是，你这也要那也要，你得给我们留一点渣儿吧！你这打人，我要人！哎呀！说话要算话，我替你出气了。就这么硬要啊？我老九又不是个生意人，我就是来欺行霸市的嘛。不过我这份人情你是要还的。还没请示吗？九帅，九帅，给我弄出来，2个都带走。九帅，这2个人是要荐送京师的，您都要，我们怎么跟皇太后、皇上交代？您好歹给我们留一个。是。养蛐蛐儿还得养一对儿呢，一个活不好，都带走，都这。九帅是谷兄请来的，是苏小姐请来的。老九出了名的吃人不吐骨头，本想着和他在战场上一较生死，没想到就这样被他拿捏了。他是朝廷的大将，怎么可能救人？莫要被他骗了。代价不小吧？代价确实不小。可是谷兄你花的银子，怕是只能保住我们夫妻2人的人头。若想叫我这些兄弟都能活，这买卖该怎么谈？慈悲呀，给我的人留条活路。慈悲。九帅的意思是，你的兄弟可以放了，但是你们夫妻俩要去他的营中。
还要请你去他的军中做参谋，这样他在朝廷上对于自己的部下才有个交代。等到战乱平息以后，再把你们送回去。虎兄是冒着性命之忧犯险涉难，我不会为难你的。把衣服拿来，我答应你。停！卑职九帅帐下虎子营副将扎兰察伺候大人更衣。这个姓李的大贼头，打仗真是把好手。我真不明白，一个目不识丁的小孩子，一个挖矿的臭苦力，能有这般成就。可惜了，不能在战场上相见。大清气数尽了，军昏臣庸，因循苟且，对上巴结，对下压榨，濒死而不自知。江南军事已了，草长莺飞，中原路飞。九帅，有没有兴趣问鼎中原？这是九帅请能工巧匠打造的好刀，只有立了大功的将领才能蒙赏。将军此次弃暗投明，必定鹏程万里。都坐下。我知道，我穿这身衣裳，对不起战死的兄弟。可我不穿，对不起拼死救我的朋友，也救不了你们。我知道你们都不怕死，早在破城之日，我们就已经把命交出去了。可是今日不同，仗打完了，这辈子的仗打完了。日后你们谁都不许再碰刀剑，洗尽手脚，刮掉头发，回家去吧。做工的接着做工，种田的就好好种田。土地刨荒了，需要深耕一下，撒下种子，活到明年。你要相信，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如若不信，你便这般对他。将军！
九帅辛苦了，我去处理后事。慢着，湘西30里有一个我的营，露营和营子都备好了，他们可以剃头更衣，拿钱回家，没有人阻拦。九帅，一诺千金。李成的不，李将军的头我还是要的，毕竟是我把他带走了。上面问起来，我也吃不消。这个自然。李将军的首级，值一个红顶子。九帅有令，大队向西30里，剃头、洁面、领录影发路费，各自返乡。是，属下早就预备好了。白家妹子，你若难受，就哭出来。我不哭，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求人得人，我替他高兴。他这条命，换了大家伙活下来，这样的慈悲，将来你要说给孩子听。来人，抬走！你们干嘛？你们要带他去哪？你们要带他去哪？他们会送葬他的。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开他，你要带他去哪？他们要的只是他的脑袋，他们只是小人。你们要带他去哪？你们要带他去哪？你放开！白小姐还没醒，我哥呢也不干活，这全家就指着我一个人，当牛一样的使唤。我要是腿脚利索的话，我来照顾。啰里吧嗦。你说这别人当官吧，那都是花花轿子金山银山，我哥倒好，当个官差点没把自己当死。他就是没我这个脑子。你要让我国老二当官，别的不说，先整2房1太太。你做梦去吧你！娘，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你说我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照顾女客，他也不方便。要我说啊，我们请廖姑娘来帮忙，对大家都好。大夫，您辛苦了。来来来，这边用茶。大夫，情况怎么样啊？肺腑之间上寒下火，发不出来。白小姐就是不肯醒。她心里苦啊，你们小孩子怎么能知道呢？哎，去看看白小姐。啊。大夫，能有好办法吗？她这脉象比80老翁还不如。一个人想求死，就算是扁鹊华佗也没用。白小姐，
可算是见到您了，爹。傻孩子，你哭什么呀？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是。我在哪儿啊？你不认得了？这山上都是咱们家的茶园，我常常在这里喝茶。你答应我要陪我下棋，棋子还没摆上你就睡过去了。我睡了很久吗？一炷香的功夫吧。怎么了？梦见什么了？我梦见忽然之间兵荒马乱，我被抓到了贼子的军营里。我梦见古大哥回来了，他到营里救我。我梦到，真的是你。我日日向他求，我梦到，求他能让我再见你一面，这样我被刀劈斧砍，五马分尸，我也愿意。我把心交给了一个将军，你们所有人都生我的气，后来他死了，所有人都死了，我还怀了他的孩子。爹，这一切都是梦，对吗？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久的梦，吓死我了！我好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爹，我以后不会再惹您生气了。好孩子。那我问你，如果那个将军再来，你还是会跟他走吧？虽说是做梦，动的也是真心。孩子，爹不会生你气的。不管你做什么，你这一世平安，我的愿就满了。谁啊？来了来了来了！哎，二爷，老太爷，我哥身体不好，他不能见客。我们是真心的来看看古先生。既然如此，我就不进去了。二，礼物。胡老太爷，哟，古先生，你怎么起来了？哎，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这是……哎呀，胡老太爷，是我怠慢您了。来，进屋说。哎，好。老太爷，有什么话
您不妨简直了说吧。听说你跟京师李万堂家有故旧之交？哦，谈不上什么故旧之交，我跟他公子李清倒有些相识。李万堂可是江北第一豪富啊，我哪高攀得上？哦，是这样。你这个天下第一茶，可把他惹恼了。他召集了很多的茶商，搞得同仇敌忾。今年1两安徽茶都不许买。李万堂有那么大能耐？李百万他老人家家大业大，我们也不是1天2天的关系了。要不请老爷子出来调解一下？毕竟古平原的事情是他一个人的事，这把我们所有安徽的茶商都算进去，恐怕有点不太合适吧？对呀，他一个人的事儿，这匾可挂在茶商会呢，这话怎么讲？啊不是那个意思。这圣母皇太后啊，给我们这块匾，它不是我们求来的。这天上掉馅饼砸脑袋，没地方说理去啊！这还恨上我们安徽的茶商了，我们也委屈啊！对呀，理儿是这个理儿，可那些个茶商不干呀，赔了这许多银子，都让你们徽茶争了彩头。现在这世道，兵荒马乱，走到哪儿都得用银子说话。我们家老爷子的面子值不了那么多。我这次来呢，就是打算和大家伙商量一下，啊，今后如果还想和李家合作的话，这次春茶的价格打个折。这李万堂跟洋人有交情，这私底下订立了一个什么攻守同盟，哎，这些洋人今年1两茶都不收，这可就糟糕了。慢着点，老太友，我家虽然是世代种茶，可是卖茶确实没什么经验，您得教我。这往年呢，咱们安徽茶有3个去处，第一呢是全国的茶店，2呢有一部分销往蒙藏、新疆，这第3呢就是绝大部分都运往广州，交由13行代销给洋人。咱们安徽全省的税银和老百姓的吃喝都在这上面了。这不是打仗了吗？朝廷允许咱们就近运到上海，可是今年上海的合约迟迟未到，这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让李万堂给劫了去了。他拿到了茶叶专营权，洋商不跟我们买卖。大家伙想来想去，这没办法，这是让我来跟你谈谈。找我谈有什么用啊？我跟洋人又没打过交道。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好在是个官绅，总能去斡旋一下，帮助咱们安徽茶商这度过此劫。我做这个安抚使吧，确实要跟那些当官的打交道，但我自己本身不是官绅啊。您是知道的，我是宁古塔逃回来的流放犯，九死一生啊！好不容易又回到徽州了，能够过几天清闲日子，在家中服侍老娘，心满意足了。至于说到做官，或者像您这样，管着那么多茶商，我是真没这个野心了。承蒙您见谅。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打扰了，告辞。哎，老太爷啊，那李万堂这么欺负我们徽商，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说你这天下第一茶抢了他的风头，你要是不死，他就不安生。啊？他真这么说的？啊！我不死，他不心安呐。好啊，我就让他更不心安。这事儿一碗水端平了，老爷子在外头才好讲话。那您是说几折呢？咱都说呀，说呀，2折吧。啊，2折！
诸位，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说。这天底下可不是只有我家老爷子会卖茶呀，你们做了一辈子茶叶生意，个个都是大行家。按理说，我就是赶着学也不够格，可就一样，李家蒙圣恩，代表朝廷，总管一切茶叶的外销事宜。这里头的一起一落，麻烦可就大了。借着朝廷的势力来逼人做生意，可不是英雄好汉呢。我一猜就是你。上次你通知玉儿他们过去救我，还没有来得及当面感谢。感谢就不必了。怎么，你下定决心要趟这趟浑水了？诸位，我看在古平原的面子上，原有的折扣加上1成。不过这也就到头了。你好大的口气啊！兄弟，我可不敢苟同。哼，那咱们就走着瞧。我在客栈再住上3天，然后就回京师。我等你们的消息。哎，听我的，来。各位，我请古先生来处理此事，大家伙儿都没意见吧？他要真仗着朝廷的势力，我怕古先生也赢不了啊。赢不了怎么办呢？去死啊！2折，全安徽种茶的人把脖子扎起来，不要吃饭了。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都要和他们斗上一斗。这2折的价格是李万堂他自己定的，朝廷哪里管得了那么具体？李万堂手眼通天，长江南北这么多茶户，那些大茶商又恨我们，怎么个斗法呀？对呀。现在不像之前，不是只能通过广州13行去和洋人做生意。兄弟，我想跑上一趟。把这条路给他踢开，他李万堂能做到的，我们一样能做到。差不多了吧？这才半桶水，这哪够啊？白小姐得擦身子，你娘得熬药，我们还得吃水呢。你怎么这么懒呀？难不成那我去呀？这咋惹谦儿了？歇会儿吧。你也歇会儿。我没您的命。那山下药店里有卖现成的，买点就是了呗。买现成的不得银子呀？您倒好，上嘴皮碰下嘴皮。那行啊，我去买，拿钱来。啊？嗯。哦。没了。哦，我山下店里还有，我再给你取点。回来。嗯。快点。拿着。你给我钱干嘛呀？不是你要的吗？我要你就给啊！我是你什么人？你放那儿吧，我来干。啊？
不是我还能干。过来。你要能干的话，把这忙给我帮。奇了怪，挺聪明一个人，怎么看见你就找不着词儿呢？来，我帮你，我帮你来，不用，哎，这可是我的饭碗。哦，是，您走好，哎，谢谢。小子，刚才干嘛呢？我就干活回来，然后我说这个葛根粉可以下山去买，小姐就不高兴了。当然不高兴了。哦，人家帮你照看病人，你还让人家自己掏银子下山抓药，哎，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不是我掏的银子，我刚才银子我都掏出来了。不信，你怎么掏的？怎我就给他了。拿来吧你，这还不好办呢？我这就给闺女，让她下山去抓药。哎，你放心，这是救命的钱，我不会用在别处的。娘，你喊我。再有人来拜访你哥，你给我拒在门外。不用娘，那我哥不在，生意就不做了。那他们有事可以和我谈啊。我来谈，我来跟你谈。这你天天说自己眼神不好，打的还挺准。你别忘了，白小姐还在隔壁养病，她是谁的媳妇儿？她肚子里面怀的是谁的孩子？你可辛辛苦苦的把她救回来，要是有谁坏了心眼，多一句话，拿1人2命去换取自己的升官发财，那你哥的辛苦岂不是白费了？那我们全家还活不活呀？那你早说不就完了？我又不是不懂事儿。要我说这事儿啊，我哥干错，我姑老二都比他精。对，你精，你聪明。我觉得我们对白家也算是仁至义尽啊。你说那个白一梅，她够亏欠咱们的了。从小的婚约是吧？她跟那个主将跑了，还怀了人家的孩子。那我哥费劲费钱费了半条命才把她从刀口救回来，怎么算也不值当。对，你聪明，你比你哥聪明，对不对？你多聪，你站起来，你看这身上跪的，你说说，这灰呀，这孩子。啊？哎呀，大白天不要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哎，轻点。我天哪！啊！我天哪！没看见？哦，他买药去了。买药？啊，他身上没钱啊，怎么买药？他刚才来，然后问我干什么呢？我说我干活回来，然后我跟你说我下山买药。他说他去买，然后我就把钱给他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给他钱，别给他钱。他下山不把裤子都输没，他是不会回来的。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次，你怎么就记不住啊？不是，这不是你爹吗？你就当我孝敬他行不行啊？不然他老人家回头一生气了，他不同意我们俩的婚事，我可怎么办呢？你呀，就等着受罪吧。哎，我给你带了2罐这么好的茶叶，你却在那里喝酒。茶水这东西越喝越清醒，不如你陪我喝酒。来，尝尝洋人送我的葡萄酒。有这种好东西，尝尝。你若是喜欢呀，我这儿有的是，我派人给你送家去几桶。那你不如再帮我介绍几个洋商。我给你介绍，我爹不得活活把我打死呀？那我不成了吃里扒外？你爹每次对付起我下手都够黑的，怎么说我也是他晚辈。要我说呀，
我爹对你可够客气了，一点儿都不黑。那万茶大会，我爹花银子跟泼水似的，好容易搭起个台子，嘿，结果整出戏让你一人唱。他那不是恨你呀，他是想生吃了你。我看你老兄这回捅了马蜂窝了，那么多的茶商，那么多的银子，全都便宜安徽茶商了。什么天下第一茶，我听都没听说过，你不跟我开玩笑呢？我爹昂首挺胸来了，垂头丧气走了，要让人说上一句哟，李百万原来也有靠不住的时候，那不会了，他不收拾你收拾谁呀？他没法交代。唉，这安徽的茶商会怎么个意思呀？下定决心要跟李家翻脸？你爹也太狠了，2折的价格收人家的春茶，功夫钱都不够。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把话带到了算完。知道为什么让我来吗？3个字儿，找挨骂。这话倒是痛快，可不是吗？我这次来本身是打算找你好好较量一下，可现在这情况也太胜之不武了。下次等我有自己的生意的时候。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生意呢？我爹说了，等南方克复的时候，把家里的盐业生意交给我，掌管南7北6，300多家盐店。其实也不用300多家，一家就行。只要我能自己拿主意，省得一天到晚跟他屁股后头老干这种找挨骂的活。哎，你上哪儿去？找几个洋商啊，难不成真让你爹给逼死啊？你谁都不认识，怎么找啊？海关总管赫德你认识吗？祥和洋行的理查德你认识吗？上海滩，你去过吗？要我说呀，你听我的，老老实实买根绳子，在我们家门口这房梁上吊死。我拿你尸体呢，给我爹去解解气，我保证厚葬你。等你有了自己的生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慢走不送啊！我昨天刚借过他钱，想想办法嘛。我找个借口吧，不然的话他又觉得我不着调。这个时候想的倒是挺老二啊，收拾东西跟我去趟上海，我们下午就走。我去跟娘说一声。哎，哥，我还有事呢。什么事儿？他爹被山下赌场给扣了，怎么了？我跟老二说，别给我爹身上放银子。老二傻乎乎的，昨天给我爹塞了1把碎银子，结果怎么着？昨天晚上就没回来。刚赌场捎信来说输了500两，下午必须赎人，晚1个时辰就少1根手指头。我俩就商量怎么办。那有什么好商量的？我把银子给你，你赶紧拿去赎人。这2天我跟老二要出去一趟，白姑娘和我娘辛苦你照顾了。好，哥还是你仗义。其实我俩刚才还商量着，说怎么找个借口管你借钱呢。什么都说。我天天打我，给他惯的。这钱啊，你跟他说，是我孝敬他爹的，啊，不是我们借的。其余的一句废话别说啊！收拾东西。顾大哥，大夫怎么说？什么时候能醒？先生说他不肯醒。不肯醒，不肯醒是福气啊！我就没这福气了。以后你照顾他，多跟他说说话。
我说什么？你告诉他，他还怀着李成的骨血，以后还要把孩子抚养长大，他没资格死。我就这么说。不然呢？我都死了好多回了，我照样也爬回来了。你说把这艘船买下来要多少钱？这我哪知道？洋人就是因为有了它，才在我们的江面上横行霸道。我们的商人呢，还在窝里斗，斗得还不亦乐乎，真是无趣。哎，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那安抚使要是不想当，你让给我当2天呗。给你个电影都看不好，还安抚使呢？你看我自从当了这个官以后，有好受过1天吗？一会儿上了岸，咱们先去拜访海关总管赫德。你干嘛？这口比我还正。我们赫德大人受朝廷恩宠，主管我大清海关。他的儿子考科举都有功名的，那八股文写的，主考官都拍案叫绝呀。你说那猴崽子真是个举人，看他考下一场了。吴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赫德大人，我想请您约祥和洋行的理查德先生出来，我想认识他一下。你认识他干什么？此次合肥大捷，安徽今年茶叶丰收，地方上都等着这笔钱呢。茶农要支持家用，官府要慰藉流亡，朝廷上也希望地方尽快的恢复元气。可是这理查德先生今年1两安徽茶都不收啊，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买卖这个事儿，本就是双方自愿的。理查德是个商人，他隶属东印度公司，他若不买，你也不能拿帽子去压他呀。那我总不能原路回去吧？这样，无论如何，请您约他出来。要是谈不下来，算我无能。你今儿还真来巧了，他正在我后花园喝茶。不过，我要告诉你啊，这人你可得罪不起。 So technically, the whole ship was looking at me, and it was so funny. And I was like, what? Why? Oh, look at these guys. Probably Ladies, asking for more money. If you'll excuse us. Ladies. 这位就是理查德先生。This is Mr. Gu, represents the Anhui tea merchants. He came from his hometown. 理查德先生，我想知道为什么您对于安徽茶今年选择1两都不收了？有问题吗？我是代表安徽茶商会来的，我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我和金市的李万滩先生签了专属合同，我只从他手里买茶叶，是不是安徽茶和我没关系。你们的诊断也和我没关系，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们也不用一开始就这么剑拔弩张吧。这安徽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产茶大省，李万堂他可以选择舍弃，您舍得吗？很大一笔生意啊。买卖虽好，我也不能得罪我的合作伙伴。大清有18个省，少了一个，无所谓，这是结论。结论？
还有，你不要找其他洋商谈，百姓律法禁止中国人私下里和洋人做买卖的。我劝您话不要说得太满，我可以再给您一个机会。机会？什么机会？让我坐船回英国？Oh my God！ 信不信我给您打个赌？我赌你们一定会后悔。哎，哥，你别斗气嘛。